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唱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手机屏幕脏了，切勿使用纸巾擦拭。今天教您正确的清洁屏幕方法，既能防止飞尘，又能避免留下指纹。看完之后，您也试试吧。手机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工具之一，其屏幕往往会变得非常脏。由于现代手机取消了物理按键，我们只能通过触摸屏幕来进行操作，这就导致在长时间使用后，手机屏幕上会留下许多污渍和指纹，从而影响使用体验。很多人在清洁手机屏幕时，往往会直接在屏幕上哈气，然后用纸巾擦拭，结果屏幕变得模糊不清。还有一些朋友使用湿巾，然而擦拭后屏幕上却留下了许多水印，这些方法都是不正确的。接下来我将教大家如何正确清洁手机屏幕。第一个方法，我们仔细拿出自己用来擦拭眼镜的眼镜布，每当手机屏幕上出现飞尘时，我们就可以用眼镜布来清洁。然而在擦拭时要注意，一定要有条理的来回擦拭，切忌胡乱擦拭。胡乱擦拭容易将布上的飞尘重新抹回去，因此按照一定的顺序来回擦拭，就能有效地清除飞尘。那么针对一些油渍和顽固的飞尘，我们该如何才能彻底清洁呢？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拿出家里的白醋，滴一两滴在屏幕上，接着用布轻轻擦拭手机屏幕，这样就能有效清除顽固的飞尘。白醋是每个家庭必备的物品，不仅可以用作调料，而且用来清理飞尘也是非常有帮助的，并且具有杀菌的效果，可以将屏幕上面的细菌也一并清理掉。第二个方法，我们可以利用的东西就是夏天我们每家每户都会必备的风油精。风油精中的成分可以轻易溶解油脂，且本身也是一种油性物质，在清洁的时候不太容易渗透。此外，使用风油精时无需担心会损伤手机屏幕，那就是在屏幕上滴上几滴风油精，再用一张干净的纸巾轻轻擦拭一下。这种风油精含有酒精，可以迅速溶解屏幕上的灰尘和油脂，清洁起来非常简单，效果相当不错。而且在夏天随时都能闻到风油精的香气，随身携带还可以有效驱蚊。用风油精清洁后的屏幕干净的没有任何印记，宛如镜面一样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第三个方法，有这样一瓶凡士林就足够了。如果您家里有凡士林，可以像我一样使用棉签，取少量凡士林涂抹在屏幕上，特别是在有划痕的地方，再轻轻涂抹一些凡士林，接下来用柔软的布反复擦拭，这样可以增强填充效果。轻轻擦拭后可以修复划痕，同时还会在手机屏幕上形成一层保护油膜，以提供很好的保护作用。我们只需一块干净的布，将屏幕上的污垢擦拭干净。如果条件允许，最好使用专业的屏幕清洁布进行擦拭。经过这样的清理后，手机屏幕变得非常干净，划痕也不再可见。在修复前后进行对比，
可以明显看出修复后完全没有划痕。当然，这种修复方法无法解决屏幕破损或开裂的情况，只能通过更换屏幕来解决。也就是说，即使大家的手机屏幕没有保护膜，使用镁贴膜后造成的表面划伤，也可以通过用凡士林的这个方法来修复了。第4个方法就是使用我们的牙膏，我们只需要挤出少量牙膏，涂抹在屏幕上，接着用一块柔软的纸巾将其均匀涂开，然后以圆圈的方式轻轻擦拭，直至划痕消失为止。牙膏的主要成分之一是摩擦剂，而摩擦剂又可以细分为几种类型，包括碳酸钙、二氧化硅和过氧化氢等。这些成分都是非常细小且耐磨的颗粒，可以用来填充手机屏幕上的细小划痕，从而实现修复。在擦拭完毕后，使用湿纸巾清洁屏幕上的牙膏，屏幕就会焕然一新，效果非常不错。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修复家里的平板或电脑屏幕。第5个方法，我们在容器中加入一些小苏打，然后加入少量清水，充分搅拌。搅拌的过程中，就可以把里面的小苏打完全溶解出来。此时，调制的溶液应较为稀薄，不要过于浓稠。然后，我们拿2根棉签过来蘸起溶液，把溶液涂抹在手机屏幕的上面。小苏打具有良好的去污效果，也可以有效去除屏幕上的灰尘和手指印，把屏幕清洁得非常干净。涂抹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用眼镜布来擦拭屏幕，只需简单的擦拭一会儿，屏幕上的污垢就能立即被清洁干净。经过这样擦拭的屏幕看起来就会非常干净。因此，在日常清洁手机屏幕时，使用小苏打水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好方法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几种给手机屏幕清洁的正确方法。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